我想这样应该够了。我低头看着那些好不容易从村民那里弄来却种得歪歪扭扭的秧苗，我不知道自己种的对不对。我看着这块地方叹了口气，我甚至不确定这到底是个小菜园还是个泥坑。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遭这样的罪。我附身到了一部名为《拉蒂安娜》的浪漫奇幻小说角色身上，可偏偏最后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配角，还是个来自破败贵族家庭的恶女，没落子爵家的独生女伊利亚·劳顿。耀眼的铂金色头发宛如融化的阳光，清澈的天蓝色眼睛，高挺的鼻梁和丰满的嘴唇。她虽是一个不起眼子爵家的女儿，但容貌出众。然而伊利亚·劳顿只是一个仅在几页中出现的配角，她生性极其恶毒，只知道纵情挥霍，公众对她的评价极差。不仅如此，她的家族还破产了。这一切都源于子爵和他女儿伊利亚·劳顿的奢侈消费习惯。随着家族财富逐渐耗尽，子爵甚至开始赌博，身负巨额债务的他抛弃了伊利亚·劳顿，独自逃走了。就在这时，我附身到了伊利亚·劳顿身上，我只是想知道自己在哪里，然后就站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我感觉到肯定出了什么大问题，因为远处传来了一阵骚乱声。我从走廊的窗户向外望去，看到一群人正从前门进来。走在人群前面的那个男人喊道：“子爵埃德·劳顿，你最好马上滚出来，否则我就把你的女儿伊利亚·劳顿卖给奴隶贩子。”我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，但我得从这里逃走。我附身到这个身体后，成了一个被债主追着跑的穷光蛋逃犯。还好在逃跑的时候找到了后门，为了躲开债主，我逃到这个偏远的山村藏了起来。这里非常偏僻，几乎没有外人来访，而且所有村民都很善良，所以我决定在这里定居。看着房子里还有个洞需要补上，伊利亚本想动手，但身体的疲惫让他放弃了这个念头。算了，不管了，我先睡会儿。我躺在床上，也许是因为我原来的身体很强壮，所以现在这个身体即便没怎么活动也已经很累了。我的身体并没有极度虚弱，但和我原来的身体相比差别太大，我实在适应不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的眼皮越来越沉，开始合上。轰！不知从哪儿传来了一声相当大的声响，我从床上坐起来，眨了眨眼睛，听起来就好像有什么很重的东西掉到了地上。我抬起头，透过窗户向外看去，从这里看不到，该不会是什么野兽吧？最后我还是出去查看了，拿着扫帚过去，我确定声音是从这附近传来的。等等，那不是个人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个疯子毫无愧疚地用脚踢着一个弱小娇弱的孩子的身体，而且不是踢了一下，而是踢了很多下。这家伙是谁啊？是个疯子吗？他现在居然在打一个孩子！我举起扫帚喊道：“嘿，你这个疯子混蛋！”那男人惊异着说道：“这个臭女人是谁？”那个陌生男人看了看他，皱了皱眉头，然后朝他伸出了手。就在那一刻，他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打在了自己身上，一阵疼痛袭来，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，很快疼痛就消失了，他恢复了正常。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起作用？那个男人一脸困惑地看着自己的手。我问道：“搞什么？明明是你在做些奇怪的事，你干嘛还在这儿大喊大叫啊？”附近传来的一声微弱的呻吟让我回过神来，这时我才想起来，现在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。我急忙把那个呻吟着的孩子从地上抱了起来。由于孩子用胳膊抱着头，我看不清他脸上的情况。我紧紧地抱着孩子，警惕地看着那个男人。男人疑惑地看着自己的手，还在喃喃自语：“为什么不起作用？为什么？这种事以前从来没发生过。你究竟是什么东西？”我心疼地将孩子护在身后，对着那男人怒目而视：“你到底是谁？竟敢打孩子？放马过来吧！”那男人大叫道：“闭嘴，臭娘们！太疯狂了！这些混蛋不仅闯进了我的家，还对我大喊让我闭嘴。”我小心翼翼地把抱着的孩子放在地上，然后我走向那个抓着自己头发自残的男人。我毫不犹豫地举起扫帚，高高扬起，啪的一声，我一下子用扫帚打在了那个男人的头上。啊！那个男人尖叫一声，倒在了地上。我用脚碰了碰躺在地上的他的身体，他是昏过去了吗？以防万一，我又试着碰了他几下。幸运的是，他一动不动。我看到那个孩子仍然蜷缩在地上。宝贝，你还好吗？我赶紧走过去问道，但那个孩子还是蹲着不动。听到我的呼唤，孩子慢慢抬起了头，孩子的眼里涌出了泪水。我伸出手擦了擦孩子湿润的眼睛，孩子只是呜呜地哭着，没有回答。我看着他的脸说道：“别哭了，小可爱。”突然小男孩喊了一句：“妈妈。”什么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我困惑地低头看着孩子。这时男人突然呻吟了一声，我心中想到，先把那男人处理好再说吧。我把孩子放到屋里床上，然后我从屋里拿了根绳子出来，用绳子把那个男人的身体紧紧绑住，然后我开始拖着他走。我的手腕被拽得生疼，但我还是忍住了。谁也不知道如果把这样一个人留在那里会发生什么。当我终于走到悬崖边时，我把那个男人扔在了地上。我正准备把他推下去，却注意到那个男人脖子后面有一块黑色的污渍。这本来可能会被忽略，但看起来不像是普通的污渍。当把那个男人卷曲的头发拨开后，污渍的形状完全显现了出来，看起来像是一幅画。不管怎么说，那个男人的脖子后面刻着一个类似神秘纹身的东西。我毫不犹豫地把那个男人推下了悬崖，好像听到有什么东西在尖叫，但我没理会，转身离开了。回到屋里，我打开门，却发现孩子不见了。我确定在我离开之前把他安置在床上了。一番寻找后，我在桌子下面发现了他，他蜷缩着坐在桌子下面。我蹲在他面前问道：“你还在害怕吗？”孩子没有回答，警惕地看着我。我心中想到，这地方是挺奇怪的，
所以保持警惕也很正常。而且那句妈妈估计只是说梦话。咕噜咕噜，这时我才意识到声音是从附近某个地方传来的，于是低头看向孩子的肚子，他肚子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已经饿了很久。我应该做点吃的，篮子里有各种各样的蔬菜、面包、面粉和玉米，所以我很容易就决定好要做什么了。我打算做汤。孩子坐在椅子上，低头看着桌上的食物，我说道：“来尝尝，已经凉得差不多了。”孩子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拿起了面前的勺子，吃了一口后说道：“啊，很好吃。但是原著故事里有过这样的情节吗？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这个孩子会不会也是个配角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孩子回答：“叫利安。”利安，这名字真好听。我是伊利亚。很明显，利安似乎和我一样，也是个小配角，因为利安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陌生。你的家在哪里？我觉得你的父母肯定在找你呢。听到我的话，正吃饭的孩子眼中开始泛起泪花，看到孩子一副马上要大哭出来的样子，我吓了一跳。我一时想不出别的话来安慰，于是慢慢的张开了双臂。孩子好像一直在等这一刻，从椅子上下来，扑进了我的怀里。我轻轻的拍着孩子的后背，孩子边哭边说：“我当时真的非常非常害怕，又疼又害怕。”我边抚摸孩子的头，边安慰道：“是啊，我明白。”孩子接着说道：“我当时正在自己的房间睡觉，突然有个男人出现，把我绑架了。”孩子抽泣起来，他抓着我的衣领，身体不停地颤抖着，看上去十分可怜。让我看看你的脸，我说着，小心地用衣袖擦了擦男孩的脸。孩子慢慢地抬起了头，他的脸上满是泪水和鼻涕。我接着说道：“不过你已经很坚强了，你做得很棒。你知道吗，利安，关于你的家，不知为什么。”孩子用怯生生的声音回答道。我有点疑惑，但还是接着说下去。就算我知道你家在哪儿，我觉得我也没法送你回去，所以我想先跟你道个歉。这个村子在深山里，很难出去。我相信你的父母肯定在找你，所以在那之前，你要不就先和我待在这儿。孩子疑惑地问道：“可以吗？”我说：“当然可以，我一直一个人生活，还有点孤单呢。至少现在我不会无聊了。”就这样几天过去了。这天我准备出门的时候，我看着孩子说道：“我要去村子里一会儿，你看好家好吗？”我看了看点头的孩子，然后走了出去。食材差不多都快没了，所以我得再去弄一些。和这个孩子一起生活的这几天，并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困难，他很听话，也很配合，所以没出过什么问题。但有一件事让我有点在意，每当提到他的身世背景，他就会回避这个话题，所以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他是哪家的孩子。我可以逼他说出答案，但有这个必要吗？不知不觉就到了村子，我环顾四周，因为村子里的氛围和平时不太一样，我一把拉住一个刚好路过的村民，问道：“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认出我的村民摇了摇头说：“别提了，之前来了几个骑士，他们说公爵的儿子被一个魔法师绑架了，现在下落不明。他们在村子里搜查，公爵的儿子被一个魔法师绑架了，而且现在失踪了。”村民先环顾了一下四周，然后凑过脸来小声说：“而且他们好像在那边的森林里找到了绑匪之类的，这也太巧了吧！”我的脑子瞬间一片空白，茫然说道：“哈哈哈，真的呢，竟然发生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。这个帝国只有一位公爵，凯登·纳森，他学识渊博，剑术高超，长相也无可挑剔，在各个领域都备受赞誉。自从他继承公爵之位后，罗坦西亚帝国的皇帝伊万·里卡多就对他有所警惕，而且公爵和女主角莉迪亚娜·布朗德走得越近，皇帝的干涉就越强烈。公爵愿意为女主角做任何事，但他始终没能赢得她的心。他对她痴迷到了极点，甚至毫不犹豫地犯下罪行。因为他是男配角，从一开始就注定没什么好结局。画面一转，我回到了小屋，我正在出神地思考着这件事。孩子看我发呆，以为我累了，喊道：“伊利亚，伊利亚，你没事吧？要是累了，我们可以晚点再烤面包。”我回过神来说道：“不用，我没事，我只是想快点烤好，这样我们就能吃了。”我一边和孩子聊天，一边把做好的面团放在一块扁平的木板上，然后我抚摸着孩子的头说：“现在把面包放进烤箱吗？”孩子笑着回答：“好，放进去吧。”正在这时，门猛地被撞开，身穿盔甲的骑士们冲了进来，找到里安勋爵了，马上抓住那个绑架者。我紧紧抱住孩子，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：啊，全完了。画面一转，我被绑上，押上了马车。我看着正在哭泣的孩子，孩子哭得越大声，身旁骑士们看向我的目光就越锐利。伊利亚不是绑架犯，他真的不是。孩子抱着我嘟囔着：“我还要被这样绑着多久啊？”正在想着，突然听到：“利安少爷，我们到了。”听到骑士的话，我才意识到马车不知不觉已经停了下来。“您现在得下车了。”尽管骑士这么说，孩子却还是一动不动。“您现在得下车了。”尽管骑士这么说，孩子却还是一动不动。孩子把我的衣领抓得更紧了，整个人更使劲地蜷缩在我身上。“你到底是怎么给利安少爷洗脑的？”孩子抽泣着，伸出双臂搂住我的脖子，像只蝉一样紧紧粘着我。他在骑士看不到的角度冲我眨了眨眼，他是不是早就料到会变成这样？我看了看骑士们，然后下了马车。我刚一下车，骑士们就围了上来，推着我往前走。我朝着骑士们推搡的方向走去。很快，眼前那座巨大的宅邸让我吃了一惊。这就是我一直听说的公爵府吗？这座宅邸的规模大得惊人，和我附身时见过的子爵府邸相比，简直天差地别。看到骑士们带我进了宅邸，似乎他们打算先让我去见公爵。其中一个骑士停下脚步，敲了敲面前的门：“公爵，我把绑架犯带来了。”
从门内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：“进来。”一听到这个声音，我就确定事情肯定不会轻易解决了。门打开的那一刻，眼前出现的景象让我愣住了，因为这个男人的外貌太过出众，让我一时忘了眼下的情况有多危险。这个男人有着如同完美雕像般的容貌，一头蓝发，深红色的眼睛，最绝的是他身上那冷峻的气质与他的外貌相得益彰。你是绑架利安的人之一？男人缓缓朝我走来，扑通，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向下一沉，骑士们按着我的肩膀，让我跪在了地上。公爵那双眼睛微微眯了起来，说道：“为什么利安会挂在这个女人的脖子上？”骑士回答道：“不肯离开她。她会不会用了控心魔法？我觉得非常可疑。”公爵一直静静地听着骑士的汇报，听到这里，他眯起了眼睛，然后他解开了绑在我嘴上的绳子，把脸凑近了些。“那么你打算要多少钱？你家已经败落了，所以我猜你是为了活下去，不惜一切手段，但你选错了目标。伊利亚·劳顿，他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调查了我。这一切都是误会。我刚从债主那里逃出来，好不容易找了个地方落脚，突然那个绑架利安的男人就出现在我面前。”公爵冷笑了一声：“他突然出现在你面前，就这要求，你就拿这个给自己辩解？”我张嘴刚要反驳，公爵，你最好给我闭嘴，不然你会付出代价的。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可怕的画面，就在我眼前一黑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孩子抬起头，用手掌拍在了公爵的嘴唇上：“不许说这么难听的话，你这张坏嘴巴！”不出所料，孩子这话一出口，屋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冰冷了。“把利安带走，快点！”听到公爵的命令，骑士伸出手想把孩子从我身上拉开，但还没等碰到孩子，孩子就又开始大哭起来。我大吼道：“我都说了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你这个蠢货！”结果是我骂完公爵后被关进了监狱。咕噜，听到自己肚子发出的响声，我叹了口气，我要饿死了。我被关在这里肯定已经有半天了。我又回想起刚才的情景，公爵再次下了命令，骑士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强行把孩子从我身上拉开了。骑士抱着大哭的孩子匆匆离开了房间里，孩子的哭声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无比寂静的氛围。公爵又问道：“你到底对利安做了什么？”不管我怎么解释，公爵都只会往歪处想。不出所料，公爵似乎已经认定我就是绑架他儿子的罪魁祸首了。你不把我扔进监狱，而是把我带到这里，不就是因为你没有确凿的证据吗？所以你把我带到这里，是为了找出真凭实据，对吧？当然，这只是我的猜测。看来你不像传言中那么蠢。公爵眯起眼睛，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向骑士们下达了命令，先把我关进监狱。就这样，我被关进了这里。我靠在监狱的墙上想着，不知道那孩子还在哭吗？之前骑士把他拉开的时候，他哭得好厉害。利安·纳森，严格来说，这孩子不是公爵的亲生儿子，他是公爵的妹妹贝卡·纳森和他的爱人利亚姆·杰曼的孩子。在一场不幸的事故夺走了贝卡·纳森和利亚姆·杰曼的生命后，利安·纳森就孤苦伶仃被公爵收养了。因为公爵非常疼爱他的妹妹，他肯定也会视他的儿子如珍宝。综合书里描述的所有内容，他简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着这孩子。但是我的身体感觉异常沉重，好像要发烧了。我发烧了吗？我感觉好热。拖沓的脚步声，听到不知从哪儿传来的脚步声，我费力地抬起沉重的眼皮。出来，公爵在叫你。打开监狱门的骑士对着我喊道：“该不会他已经决定好要怎么惩罚我了吧？”我被带到了一个卧室，就在我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发愁时，听到了一个充满不满的声音：“让他睡觉。”我惊异地问道：“您说什么？”我说：“让他睡觉。”伊利亚，你真让人讨厌。要是你敢对利安有什么非分之举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，记住这点。就在这时，骑士抓住我的胳膊，往我手腕上套了个东西。我低头看向自己的手腕，上面戴着一个装饰着红色宝石的手镯。我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，这是什么？公爵微微歪着头，在我耳边轻声说道：“要是你真的很好奇，就可以无视我的警告。”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感到一阵恐惧。我不知道这个手镯有什么用途，但我知道这绝不是个普通的东西。对你的处置，明早会通知你。说完，公爵从我身边走过，走了出去。进去，你出不了这个房间，最好别打什么歪主意。骑士打开门，说的话和公爵之前说的差不多。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一走进房间，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。我坐在床上问利安：“你哭了6个小时，就因为想和我待在一起？”利安回答道：“是的。”我摸了摸利安的头，说道：“你怎么哭得这么厉害啊？你漂亮的小脸蛋都肿了。”利安紧紧抓住被子说：“伊利亚不是绑架犯，可他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呢？我好难过呀。”我做出一副孩子可能不太懂的表情说：“也许公爵觉得我给你洗脑了，之前那些骑士似乎也这么认为。”利安回应道：“可伊利亚什么都没做呀。”我接着说道：“是呀，所以才更让人沮丧嘛。”利安低下了头说：“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生怕又把孩子弄哭了。你什么都没做错，是那些大人不相信我们，所以别哭了，好吗？时间不早了，我们现在睡觉吧。”躺在床上，这么近距离看他显得更小了。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还以为他大概5、6岁，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利安在这个阶段的成长速度异常缓慢。妈妈，我听到了一声轻轻的嘟囔。仔细想想，他上次也叫我妈妈，对吧？虽然那时候好像是在说梦话。他就那么想念他的妈妈吗？不知道公爵明天早上会怎么说这件事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被带到公爵的办公室，公爵拿出一沓文件扔在了桌子上。公爵指着文件说道：“签了它。”天刚亮，他们就把我从床上拽起来，也不解释一下就把我带到这儿。现在又来这一出。公爵接着说：“你要知道，
拒绝签字就意味着立刻被监禁。我心想他的意思就是让我别问别反抗，直接签字。我拿过文件，仔细看着上面的内容，在合同期内，乙方作为监护人必须忠实听从甲方的命令，乙方必须在指定时间间隔内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汇报所有行动。他们说是监护人的职位，但谁都看得出来这其实就是监视，而且合同期限都没定，他们打算把我留在这儿，直到所有怀疑都消除。我不喜欢这样，但我还有别的选择吗？等等，这个条款是认真的吗？伊利亚的目光突然定在合同的某一行字上。你指的是什么？公爵见伊利亚愣住，不耐烦地问道。这份合同上说，公爵家会帮我还清所有债务，而且合同后面甚至还提到了双倍赔偿。伊利亚抬起头，眼中满是震惊与疑惑。没错，但要记住，这是有条件的，只有在你被洗清嫌疑的情况下才会给予补偿。公爵解释道。给我签好了。伊利亚拿起笔，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公爵收起合同说，管家会给你解释剩下的内容，你现在可以离开了。从他们的表情判断，他们大概觉得我签字太草率了。说实话，我是被最后那个条件打动了，但我签字还有另一个原因。伊德家的每个孩子都从臭名昭著的雷昂工会借过钱，他们的主要业务就是放贷，而且在收债的时候手段极其残忍。在公爵府被监视虽然很难受，但总比被雷昂工会抓住卖为奴隶强。而且我没绑架那个孩子，所以迟早真相会大白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大概知道这一切背后的主谋是谁，是公爵的竞争对手，一直想暗中搞垮他的人——帕西恩·迪奥侯爵。伊利亚刚走出房间，一个中年男子迎面走来。欢迎，我是管家卢巴特。男子微微鞠躬，脸上带着礼貌性的微笑，但眼神中却透着一丝冷漠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我是伊利亚·劳顿。伊利亚回应道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镇定。是的，公爵已经通知我了。现在我带你去你的房间，你不用做任何杂事，唯一的职责就是待在德利亚恩身边，满足他的每一个要求。另外，从午餐开始，你要和利安一起去餐厅用餐，除非有紧急情况，否则从现在起，你都要和公爵一起用餐。卢巴特一边说着，一边带着伊利亚在公爵府的走廊中穿行。什么？这算什么灾难？和公爵一起用餐？伊利亚忍不住惊呼出声。他想到公爵那冷漠而充满怀疑的眼神，心中一阵发怵。是的，这是公爵的直接命令，你无权拒绝。卢巴特的语气不容置疑。我只希望我到时候还有胃口。这里有消化药吗？这和监狱有什么区别？伊利亚小声嘟囔着，心中满是无奈。走进餐厅，伊利亚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餐桌首位的公爵。公爵身着华丽的服饰，面容冷峻，眼神中透着威严。他看到伊利亚和利安走进来，微微皱了皱眉头。这里的人吃饭都这么安静吗？伊利亚心想，他被餐厅里压抑的气氛弄得有些紧张。伊利亚，你不吃吗？利安抬起头看着伊利亚，眼中满是关切。公爵猛地一拍桌子，喃喃地说道，这景象可真是荒唐至极。我吓得扭过脸去。他心里肯定在想，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耍了什么花招？气氛紧张的让人难以置信。等等，我为什么要在意他的反应？对，我又没做错什么啊。对了，是因为他那充满杀意的眼神，感觉随时都有人要遭殃。我还是不敢相信，这样眼神的人最后会为女主角神魂颠倒。那双眼睛有一天真的能变得温柔吗？伊利亚完全想象不出来。在他看来，这里根本没有公爵，只有一个充满猜忌和怀疑的审判者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伊利亚轻声问利安，试图打破这压抑的气氛。好吃。利安一边嚼着食物，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。就在他和孩子在公爵令人窒息的注视下，差不多吃完的时候，公爵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一言不发地离开了餐厅。什么？他吃完一声不吭就走了？他至少也该说点什么再走吧。伊利亚看着公爵起身离开，心中有些生气。他觉得公爵的行为实在太无理了。他心里对这惊人的举动咂了咂嘴，然后对孩子说，我们也出去吧。好，伊利亚，我吃得好饱，我是不是吃太多了？利安拍了拍自己圆滚滚的小肚子，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。我的头。突然，伊利亚感到一阵眩晕，他伸手扶住额头，脸色变得苍白。伊利亚，为什么突然这样？昨天还没这么严重。真的没有。利安见状，焦急地喊道，眼中满是担忧。很明显，我的身体发出了异常信号。我慢慢地眨了眨眼睛，听到了孩子的尖叫声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自己正倒在公爵面前。当他恢复意识时，发现自己身处一片黑暗笼罩的空间里。在失去意识之前，他明明是在公爵府的。面对着未知的情况，他只是眨了眨眼睛。没过多久，不知从哪儿传来了一阵微弱的声音。那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呢？就在他下意识地转过头的那一刻，刹那间，黑暗消散，整个空间开始被染上各种色彩。在这完全变了样的空间里，他看到了一个熟悉模样的男人。他面前到底是谁，能让他露出那样的眼神？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让他的心一沉。然而，与清晰可见的公爵不同，另一边那个人的身影却很模糊。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但他能感同身受。很少有人能承受得住那样的眼神，哪怕只是一会儿。更何况，从他的角度看，他自己都觉得喘不过气来。一直一动不动站着的公爵，慢慢地向前伸出了双臂。他一边缓缓地抚摸着某个人的脸颊，一边歪着头。难以置信的是，公爵亲吻了对方。就在这时，公爵亲吻的那个人的脸开始变得清晰起来。最后出现的人简直难以置信，竟然是他自己。天哪！他睁开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。话说回来，那只是个梦吗？就算是他，居然也会做这样的梦，这肯定是世界末日了。他轻轻地叹了口气。伊利亚，你没事吧？
孩子看着他，开始大声哭起来，他的肩膀立刻被泪水打湿了。现在想想，我和丽安吃饭的时候晕倒了。就在这时，公爵大步走了过来，把孩子从他身边抱走了。他抱着不停地哭泣的孩子，若无其事地说道：“已经过去1天半了，这是你昏迷的时间，我病得有那么严重吗？难道不只是单纯的疲劳？”一个看起来像是医生说：“已经好多了，但还有点低烧，最好再吃几天药。”公爵把目光转向医生，开口说道：“这对丽安有影响的概率有多大？”医生回应道：“我觉得可能性很小，您不用太担心。”公爵微微皱眉，似乎对这个答案并不完全放心。他接着说道：“不过我们还是不能完全放心，所以带丽安去做个全面检查。我想和伊利亚待在一起，我不想去。”丽安一听这话，眼中满是不舍与抗拒，声音中带着哭腔。伊利亚看着丽安，心中一阵心疼，他抬起头看向公爵，鼓起勇气说道：“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你就不能晚点再带他去吗？把他带出去。”但公爵根本不理会他的话，只是催促着医生。最后，孩子被医生带走了，公爵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。他看着伊利亚，虽然没有说话，但那眼神仿佛在说：“你以为你是谁，竟敢这样插嘴？”在这异常安静的可怕的房间里，他静静地看着公爵。这时公爵开口了：“你以为用这么个不寻常的手段，就能完全俘获丽安的心吗？”伊利亚心中一阵委屈说道：“那件事上次不是已经解决了吗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”公爵撇了撇嘴，把脸凑近他，又在装作不知道。别再演戏了，反正这招也不管用。你是一个充满贪婪的人，被对金钱的欲望所驱使，而且残忍对你来说是天性。你救丽安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我说错了吗？如果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那个卑鄙小人是一伙的，那你就错了。伊利亚·劳顿，丽安真的相信是你救了他，他甚至没意识到那只是一场伪装成巧合的戏。你打算装作不知道你身上被下了诅咒吗？看到公爵的眼神，他突然闭上了嘴。他一直在胡言乱语，我说再多解释他也不信，我还能说什么？算了，您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。公爵，我甚至都不想再解释了。他不知道，他太累了，只想随他去吧。公爵接着冷冷地说：“所以你终于承认这些指控了，没必要再浪费时间了。不管有没有合同，我都要把你关进监狱。”伊利亚听到这话，心中一阵绝望，慢慢说道：“但是你不明白吗？如果你一直这样充满怀疑的生活，每个人最终都会离你而去，最后你会孤独终老，像一盏渐渐熄灭的灯。”话一出口，伊利亚就后悔了：“我是不是反应过度了？我太沮丧了，一时冲动就这么说了。现在我后悔了。”公爵没有回答，而是开始慢慢的往后退，然后他突然转身，怒气冲冲的走出了房间。砰！他呆呆的盯着那扇被重重关上的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刚才说的话真的把他震惊成那样了吗？等等，也没什么特别的呀。他在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的时候，深吸了一口气。他刚才对公爵说的话，那正是原著中的女主角拉迪安娜对公爵说过的话啊。而在听到那些话之后，公爵就开始对拉迪安娜着迷了。不可能因为我说的那些话，公爵就开始对我着迷了，对吧？应该没事的。伊利亚·劳顿只是个背景角色，戏份极少。话说回来，公爵提到的诅咒是什么？我救丽安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，但那会是诅咒吗？当时没什么问题，难道现在才显现出效果？这时，房间的门被轻轻敲响，随后一个女仆走了进来，手中拿着一个小盒子。“这是您要的药膏。”女仆轻声说道。伊利亚这才想起，在他去洗澡前就已经要过了。“是你啊，安妮，谢谢你。”伊利亚接过药膏，对女仆说道。安妮微微点头说道：“那我先离开了。”就在安妮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伊利亚突然说道：“等一下。”安妮停下脚步，转过头问道：“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”伊利亚看着安妮的左脚踝，说道：“是你的左脚踝，对吧？那里有块深色的印记，但看起来不像是受伤。”安妮的脸色微微一变，她急忙说道：“啊，没事，只是有点淤青，我会单独处理的，您不用担心。”伊利亚看着安妮的反应，心中愈发觉得奇怪。安妮说道：“如果您没有别的事，我可以走了吗？”伊利亚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好吧。”安妮匆匆离开了房间。伊利亚望着她离去的背影，心中暗自想到，有点奇怪，她坐立不安的样子，就像做了错事被抓了现行。转眼间来到了晚上，静谧的房间里，万籁俱寂。伊利亚正沉浸在梦乡之中，突然一阵细微的沙沙声悄然传入他的耳中。那是什么声音？伊利亚睁开眼，意识渐渐从沉睡中苏醒。安妮！伊利亚轻声惊呼。只见一个身影正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借着微弱的光线，他看清了，那正是女仆安妮。怎么了？伊利亚疑惑地问道，声音中还带着一丝未散尽的困意。安妮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，她连忙开口解释，语气中满是歉意：“啊，我很抱歉，您睡觉的时候，我本想换一下蜡烛，可能把您吵醒了。”伊利亚心中涌起一丝不解，追问道：“为什么要换蜡烛？”安妮微微低下头，回答道：“利安少爷身体虚弱，所以我们总是为他点着香草蜡烛，希望能对他的身体有所帮助。不管怎样，我现在要走了。”安妮匆匆忙忙地换好蜡烛，便离开了房间。伊利亚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心中的疑惑愈发浓重，感觉有点不对劲。他进来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，而且这蜡烛几乎还是新的，没必要这么快就换。我吹灭了蜡烛，然后闻了一下，这味道也没什么特别的，但是也许只是我觉得可疑，但这种不安的感觉挥之不去。我或许应该明天告诉公爵，对吧？他在心中暗自做下决定。然后我打开窗户，准备透透气。窗户外面，公爵领着几个骑士正经过这里。我心想，已经很晚了，
他是出去工作，还是有别的什么事吗？犹豫了片刻，他还是决定去找公爵，将心中的疑惑告诉他。打开公爵的房门，一个骑士在站在门口。伊利亚鼓起勇气说道：“我现在能和公爵谈谈吗？这可能是件重要的事。”公爵微微皱眉，似乎对伊利亚在这个时候打扰他有些不悦，但他还是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好吧，在这个时候请求见面，那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事，对吧？啊，这个也许是因为这气氛，我都有点结巴了。”伊利亚紧张地搓了搓手，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。我该怎么说，公爵才会真的听进去呢？大人，您还记得您抓我肩膀的事吗？我看了一下，我的肩膀全淤青了，我觉得不能就这么不管，所以我问女仆要了药，拿着这个。说着，公爵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盒子，扔给伊利亚。我接过他扔过来的盒子一愣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药。公爵简短地回答道：“药。”突然给我这个，就因为我说他把我弄淤青了。我不明白公爵的意图。公爵闭上眼睛说道：“现在别再说这些没用的了，说重点。”听公爵这么说，我马上说道：“我来是因为有个女仆，行为很可疑。”公爵的目光中闪过一丝警惕，问道：“女仆？”“是的，一个叫安妮的短发女仆。”我详细的描述起来。我睡觉的时候，她一声不响的进了我的房间，换了一根几乎还是新的蜡烛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她看上去惊慌失措极了，就像是一个做了错事被人当场抓住的人。公爵听完沉默了片刻，然后说道：“你只是怀疑，没有确凿的证据。”我有些着急的说道：“但您不觉得这已经够可疑的了吗？公爵，您的推断不也和我的一样，只是根据一些情况猜测的吗？”我心想，公爵之前可是很快就怀疑我了。公爵摇了摇头说道：“不，现在情况不一样，你身上的诅咒就是足够的证据。你说的这个诅咒到底是什么？”我追问道。公爵对伊利亚说道：“对你施的魔法是一种臣服咒，这是一种使人顺从的洗脑术，和奴役性质融合在一起的诅咒。”伊利亚听了，心中一阵震惊，同时也感到无比的沮丧，真让人沮丧。解释了这么多，他还是不相信我，再这么尝试下去，感觉就是浪费时间。到了用餐时间，伊利亚和利安一起坐在餐桌前，公爵也坐在一旁，气氛显得格外压抑。伊利亚看着面前的食物，却丝毫没有胃口。我就知道会这样，但看到他那冷漠的脸，还是让我火冒三丈。他昨天大概连我说的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伊利亚在心中想着，越想越气，最后索性放下了手中的餐具。利安看着伊利亚，关心地问道：“伊利亚，你吃完了吗？”看起来他几乎没吃什么。伊利亚点了点头说道：“我吃完了。”利安也放下了餐具，说道：“那我也不吃了，毕竟我们是一伙的。”伊利亚听到利安的话，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暖流。他从哪儿学来这么复杂的词？他是想让我开心点，真贴心。我们今天烤点饼干怎么样？伊利亚提议道，试图让气氛变得轻松一些。利安一听，眼睛顿时亮了起来，兴奋地说道：“听起来太棒了，但是能等我上完课再烤吗？”伊利亚这才想起，利安总是吃完饭后就去上课，你不会拒绝吧？我是说，公爵不会那么小气，或者说不会那么不讲理，对吧？伊利亚想着，偷偷看了一眼公爵。公爵没有说话，只是微微皱了皱眉头。过了一会儿，才冷淡地说道：“随你便。”听到公爵的答应后，两人兴奋地跳了起来。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，饼干终于烤好了。孩子怀里抱着一篮子饼干，摇摇晃晃地走着。我紧张地跟在后面，生怕篮子随时会翻倒。孩子突然停了下来，回头看了看，说道：“你觉得父亲会喜欢这些饼干吗？”我想让他先尝尝，其实我并不想去，但看到孩子一脸期待的样子，我实在不忍心拒绝。来到公爵房门前，利安推开门走了进去，伊利亚跟在他身后，心中隐隐有些不安。“父亲，您真的很忙吗？”利安怯生生地问道。“什么事？”公爵抬起头看着利安和伊利亚，目光中带着一丝疑惑。“伊利亚和我一起做了饼干，想让您先尝尝。”利安说着，将手中的篮子递了过去。公爵看了看篮子里的饼干，皱了皱眉头说道：“我不想吃，拿走。”利安的脸上露出一丝失落，但他还是不甘心地说道：“但是真的很好吃，您就尝一块不行吗？”尽管公爵拒绝了，利安还是把篮子递了过去。公爵皱着眉头，猛地把篮子推开，篮子里的饼干都洒了出来，摔碎在了地上。孩子默默地看着这一幕，慢慢地站了起来。我出于关心，刚想说点什么，孩子却走到公爵面前，握紧了拳头。“我最讨厌父亲了！”利安哭着喊了出来，瞬间跑出了房间。公爵一脸震惊地看着孩子离开的那扇门，我毫不犹豫地转过身，匆匆离开了房间，去追孩子。我尴尬地盯着孩子的房门，我敲了敲门，但没有听到任何动静。看来他想一个人待着，他看上去真的受到了很大的惊吓。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也许我一开始就该让他去上课的。不过我真没想到会发生刚才那一幕，我从来没见过公爵露出那样的表情。如果知道他会被吓到成那样，一开始就该吃了那些饼干的。我晚点再来吧，利安，你好好休息。转眼间来到了晚上，我很高兴，他现在看起来心情好多了，他甚至很喜欢我做的派，或许下次我们可以一起烤派。这时外面传来敲门声，这么晚了，会是谁呢？不好意思，这么晚打扰您。公爵让我带伊利亚小姐去书房，这声音是她的侍女安妮。公爵之前不是出去了吗？晚餐时也没看到她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发生了之前那事。公爵今晚没理由叫我过去啊。伊利亚满心狐疑，开口问道：“公爵已经回来了吗？”安妮点头回答：“是的，他刚到，正在等您，我们得快点。”伊利亚深知自己无法拒绝公爵的传唤，只好说道：“我去拿件外套就过去，稍等我一下。”伊利亚跟着安妮走在走廊上，今晚的走廊格外安静。伊利亚忍不住打破沉默，对安妮说道：“你的脚踝怎么样了？”安妮闻言，身体微微一僵，似乎没有料到
伊利亚会突然问起这个？伊利亚继续说道：“我上次注意到你脚踝伤得很严重。”安妮慌乱地回答：“啊，已经处理过了。”伊利亚看着安妮依旧裹着绷带的脚踝，心中愈发觉得可疑，暗自想到：他说已经没事了，但还裹着那样的绷带，肯定有什么不对劲。看来只有检查一下绷带里面，才能做出确切的判断。他故意痛苦地呻吟了一声，然后坐在了地板上。怎么了？安妮转过身，声音中带着一丝尴尬地问道。我不知道，我的肚子突然……我装作痛苦不堪的样子，扭动着身体。女仆靠我很近地查看情况，我看着正仔细检查的安妮，突然伸出手，我故意像是因为痛苦而抓住了安妮脚踝绷带的结，然后直接用力一扯，撕了。绷带松开了，安妮的脚踝上露出一团杂乱的黑色图案，这和她在那个魔法师脖子后面看到的图案是一样的，所以我的猜测是对的。那个女人和绑架孩子的魔法师是一伙的。我扭头就跑，我得赶紧去找莉安。突然，一个身影从旁边的阴影中冲了出来，一把抓住我的头发。你还想往哪儿跑？你这个贱人！这难听的声音，这粗俗的说话方式，没错，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当时那个绑匪。绑匪随后一把抓住伊利亚的胳膊，质问道：“你这个臭女人，你把莉安那森藏哪儿去了？”他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大喊大叫的男人，他的手腕上戴着手铐脚镣，身上还有遭受过酷刑的痕迹。他似乎刚从监狱里出来。绑匪对着女仆喊道：“该死，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？去找那孩子！”突然，伊利亚灵机一动，想起上次绑匪似乎会使用魔法，便说道：“等等，上次你不是会用魔法吗？你不是个魔法师吗？如果你想找莉安，用魔法不就行了？难道你用不了魔法，你就不能闭嘴吗？”绑匪比之前更愤怒地大喊道：“没错，他不能使用魔法。”气得大跳的绑匪猛然松手，向外把我一推，我失去重心，从2楼直直摔了下去。我紧闭双眼，心想这下要完了。当他睁开眼睛时，他的目光对上了一双暗红色的眼睛。伊利亚又惊又喜，喊道：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更重要的是，真正的绑匪现在就在上面。公爵说道：“我看到了，我已经派骑士过去了，他很快就会被抓住。”伊利亚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要来这儿？”公爵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我在外面被引开了，但很明显那是个陷阱，所以我就直接回来了。莉安在哪儿？”伊利亚连忙说道：“你不用担心这个。”公爵来到他的房间，打开门走了进去。和之前不同，整个房间一片狼藉，明显被彻底搜查过的痕迹清晰地呈现在他眼前。到这时，他开始有点担心了。从之前那个魔法师的态度来看，他肯定是没找到孩子。就在这时，床底下传来咔嗒一声，接着传出一个小小的声音：“伊利亚！”一个孩子从床底下爬了出来，满脸泪水地朝他跑过来。我好担心，伊利亚。莉安因为藏起来的时候非常害怕，所以哭了起来。好了，现在一切都没事了，别哭了，好吗？伊利亚温柔地拍着莉安的脸，轻声安慰着。莉安抬起头，脸上还挂着泪痕，抽噎着问道：“你哪里受伤了吗？”伊利亚微笑着摇了摇头：“没有，公爵现在会处理好一切的。”此时，伊利亚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心中涌起一丝担忧。公爵接住从2楼掉下来的自己，他真的没事吗？于是他转身看向公爵，开口问道：“公爵，你受伤了吗？就算你表面看起来没事，也不代表里面没事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检查一下，以防万一？”伊利亚这才发现，不知何时他们靠得如此之近，他的脸瞬间涨得通红，惊慌失措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只是看看你有没有受伤。我和莉安相处久了，就有了这种习惯。”即便他这么说，公爵似乎还是不相信。这时，公爵突然开口：“莉安！”莉安连忙站直身子，看向公爵：“是，父亲，你受伤了吗？”公爵的声音低沉而平静：“没有，我没事。”莉安摇了摇头：“和骑士们待在这儿，我会处理好事情的。”公爵说完，便转身准备离开。好的，莉安乖乖地点了点头。伊利亚看着公爵的背影，心中有些疑惑。莉安差点又被绑架了，可公爵却出奇的冷静，他不可能真的一点都不担心。突然，他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心中暗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公爵不想让莉安看到他惊慌失措的样子，如果他把情绪表露出来，莉安肯定会害怕。想到这里，伊利亚心中对公爵的态度有了些许转变。所以，即便他对我表现得像个混蛋，可他是为了那个孩子才这么努力的吗？我有点佩服他了。但很快，我又摇了摇头，暗自思忖：等等，我现在为什么会佩服他呢？伊利亚心中想到，公爵这么珍视莉安，也是理所当然的。我突然感觉身体飘了起来，便低下了头。他把我扛在肩上，放我下来。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嘿，公爵！他扭动着身体，这时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咔嗒声。你跟我来，别出声。公爵打断了他的话，语气不容置疑。伊利亚心中一惊，脸上露出一丝紧张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你不会是打算审问我吧？我相信你没那么小气。”公爵。从那之后，事情进展得很快。公爵像拖行李一样，把我拽到了绑匪聚集的地方。您来了，大人。一位骑士看到公爵，立刻上前恭敬地说道：“按照您的命令，我们已经抓获了所有可疑人员。经过检查，他们身上都有和魔法师脖子后面一样的标记。”绑匪们拒绝说出幕后主使。伊利亚听到这里，心中暗自得意，说道：“看到了吧，我就说他们有问题。”公爵对绑匪说道：“即使你挣断了锁链，似乎也没能解开束缚咒。”绑匪大声叫嚣着：“你真以为像你这样的人能阻止这一切吗？如果你以为抓住我，事情就结束了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”公爵听完这话后，毫不留情的用脚把魔法师的脸踩在地上。公爵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，语气中充满了威严，还在嘴硬。伊利亚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暗道：我就知道他力气大，但没想到这么大，把地板都踩裂了。把他扶起来，在公爵的命令下，
骑士们把被制住的魔法师扶了起来，哭泣的魔法师勉强睁开了眼睛。公爵把一样东西举到他面前，那是什么？我出于好奇走近了些，这是一份来自迪奥侯爵的契约，表明他们委托魔法塔实施了这整个阴谋。公爵已经从魔法塔主人那里得到了答复。魔法师惊恐地看着公爵，结结巴巴地问道：你怎么拿到这个的？公爵面无表情地说道：我提出给魔法塔主人更多的魔力石矿开采份额，他就毫不犹豫地交出来了。接着又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魔法塔的一份宣誓文件，声明他们完全放弃对你的任何保护。不，那是伪造的文件，不可能！魔法师声嘶力竭地喊道：把他们都带走！公爵厌恶地看了魔法师一眼，挥了挥手，这全是阴谋，是陷害。绑匪们被骑士们带走时，还在不停地叫骂着。就这样，这件事没出什么大问题，就解决了。不过有一件事让我很在意，自从我附身到这个身体上，原本的故事就开始有些偏离轨道了。公爵有足够的能力处理出现的任何问题，所以应该没问题吧？这时，公爵突然转过头，看到伊利亚正盯着自己，便说道：你这么无理地看着我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伊利亚心中一惊，脸上露出一丝尴尬，连忙说道：我只是因为公爵您长得帅，才盯着您看的。该死，你可真会说！公爵哼了一声，不管怎样，现在一切都解决了，我能走了吗？伊利亚小心翼翼地问道。随你便，公爵淡淡地说道。伊利亚还是有些不放心，追问道：真的吗？你之后不会再把我叫回来审问之类的吧？再说吧。公爵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，给我个明确的答复。伊利亚有些着急地说道。好吧，至少他现在似乎没那么怀疑我了，这让人松了口气。伊利亚心中暗自想着。利安跑了过来，兴奋地说道：伊利亚，我一直在等你。我说道：我本想快点过来，但比我预计的时间要长，我没来得及解释清楚一切，你肯定吓坏了吧？对不起。不，没关系，你这么做是为了救我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直道歉，应该道歉的是那些做错事的人，而且我父亲，我希望有一天他能好好向你道歉，那一天会到来的，对吗？他知道，即使误会消除了，公爵也不是那种会道歉的人，但他不想对孩子说出来，因为有时候不知道某些事情反而更好。真是混乱的一天，不过既然都解决了，从明天开始我就能回到平静的生活了，对吧？转眼来到几天后，我听完管家说完后，看着管家问道：陛下的生日宴会？是的，所有未婚贵族参加宴会都必须带一位伴，所以如果您愿意的话，我们想请您作为公爵的伴一同出席。管家微笑着说道。突然我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心中一惊，等等，皇帝的生日宴会，那不是原著故事里拉蒂安娜和公爵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吗？这样的话，我自己去参加宴会也许不是个坏主意，我可以看看故事是否在按原计划发展。这时一旁的利安抬起头，好奇地问道：伊利亚，你要和我父亲一起去参加宴会吗？伊利亚微微一怔，随即回答道：大概吧。但他的心中却有些忐忑。但是公爵真的会这么轻易的让我离开公爵府吗？公爵这时说道：那就这么决定了，立刻准备好一切。很快准备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。当伊利亚精心打扮完毕，出现在众人面前时，利安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惊叹道：哇哦，伊利亚，你看起来真美，你一直都很可爱漂亮，但今天你更是光彩照人。伊利亚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说道：我得承认，这简直是杰作，你跟谁学的嘴这么甜啊？我跟漂亮的伊利亚学的。孩子害羞地回答道，身体扭来扭去，她怎么这么可爱啊？伊利亚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对利安的喜爱又多了几分。就在这时，公爵走进来，一个侍从恭敬地说道：您来了，大人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走进来的公爵在原地停住了脚步。伊利亚微微点头，回应道：我们差不多快好了。公爵说道：你准备好了就出来。这时利安突然拉住伊利亚的衣角，期待地说道：我也想去看，可以吗？伊利亚看着利安渴望的眼神，心中明白，不出我所料，他还在生公爵的气呢，真希望这件事能快点解决。这时公爵的声音传来：利安。利安听到公爵的声音，身体微微一僵，小声说道：是的。公爵走上前，表情难得的柔和地说道：之前弄碎了你做的饼干，我向你道歉，这可能比不上你做的，但味道应该还不错。说着他递上一份精心准备的点心。利安有些惊讶地接过点心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谢谢你。伊利亚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暗自松了口气，看来我白担心了。很快马车就出发了，窗外的景色伴随着速度感渐渐掠过。我坐在公爵对面，小心翼翼地不让裙子起皱。听到纸张掉落的声音，我转过头，公爵正低头看着那卷厚厚的纸。我知道他很忙，没想到他一路上都在不停地工作。过了一会儿，马车停了下来，外面传来声音：公爵，我们到皇宫了。公爵打开车门，先下了马车，然后伸出手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在众人注视的目光下，迅速把手放上去。下了车，公爵和我手牵着手，主要是作为舞伴相互挽着，毕竟他们名义上是舞伴，所以我觉得牵手应该没问题。侍从朝里面大声通报：凯登、纳森公爵阁下及其舞伴入场。我一踏入场地，就被在场众人那强烈的目光弄得紧张起来。这是我第一次处于这么多人的注视之下，即使我走到场地中央，那些目光也几乎没有移开。由于紧张，我的步伐显得不自然且有些僵硬。
没什么好担心的，这些都只是毫无意义的目光。公爵的声音让他抬起了头。当他们对视了许久后，奇怪的是，我内心的紧张感开始消散。好久不见了，纳森公爵。听到那传入耳中的冷淡声音，我抬起了头。我本能地意识到这个男人是谁，帕西恩·迪奥侯爵，那个与公爵关系敌对，还煽动了利安被绑架事件的人。公爵微微颔首回应道：“迪奥侯爵，确实有段时间了。”迪奥侯爵看向伊利亚，眼中闪过一丝好奇，说道：“您旁边这位是？既然您带了舞伴，我猜你们关系很亲密吧？”公爵嘴角微微上扬，带着一丝嘲讽说道：“你肯定很好奇，看你连口气都不喘，就直接过来问了。”迪奥侯爵连忙解释道：“怎么会呢？我只是有点好奇罢了。”这位看着莫名有些眼熟。伊利亚面对迪奥侯爵的注视，心中涌起一股不安，感觉自己好像站在捕食者面前，表情微微有些僵硬。公爵注意到伊利亚的不适，立刻说道：“我的舞伴身体比较娇弱，需要休息一会儿，我先告辞了。”说完，公爵便带着我走向了阳台。我感觉到背后传来的冰冷目光，不禁咽了口唾沫。我和迪奥侯爵错身的时候，听到他说：“伊利亚，劳顿小姐，你最好别和公爵靠得太近，你也太容易受惊了。”公爵来到阳台，拉上了窗帘。我回应道：“我很少参加宴会，所以只是还不太习惯。”公爵哼了一声，靠在了栏杆上。我觉得有点奇怪，从我下马车那一刻起，他似乎就相当在意我。我转头看向公爵问道：“这场宴会什么时候结束？”公爵思索片刻说道：“可能会持续到午夜。”伊利亚皱了皱眉头说道：“我不打算待到那么晚，我中途离开可以吗？”公爵毫不犹豫地说道：“我完全不介意，毕竟送礼物的仪式结束后，皇帝就会离开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走了。”我点了点头，看向阳台下方的景色。这时我感觉到一个陌生的存在，便转过头去。我一定是走错地方了。拉开窗帘走进来的女子，尴尬地看着我和公爵，她一脸尴尬，先是有些困惑，然后便想离开。等一下，现在这个情况是……意识到这是什么情形后，我从座位上跳了起来。等一下，拉蒂安娜小姐。女子转过身，一脸疑惑地看着我。这个女子不是别人，正是这本书的女主角拉蒂安娜·布朗德。公爵对女主角一见钟情的名场面就在这里发生。要是她现在离开，就麻烦了。就在我想着自己应该让开的时候，公爵从我身边走了过去。看起来你有话要说，那我先回避一会儿。等一下，公爵。我急忙抓住公爵，但他已经完全离开了阳台。我眨了眨眼睛，掩饰不住自己的惊讶。我做梦也没想到公爵会突然离开。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原著的情节就会被彻底扭曲了。就在我的心态快要崩溃之前，听到的一个声音让我勉强回过神来。不好意思，你是谁？刚才是你叫我吗？我正打算回答，可突然一阵强风吹来，风把拉蒂安娜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。我整理了一下被风吹乱的拉蒂安娜的头发，然后说道：“现在没事了，谢谢你。”拉蒂安娜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感激。我关切地看着她，问道：“你确定你一点都不觉得疼吗？”我没事。你不仅漂亮，还这么善良。我一定要知道你的名字，小姐。拉蒂安娜的语气中充满了好奇与好感。伊利亚犹豫了一瞬，心中想着说出来应该没问题吧，便开口道：“我叫伊利亚·劳顿。”伊利亚·劳顿，你是劳顿家族的小姐吗？拉蒂安娜的声音里透露出些许惊讶。是的，没错。伊利亚肯定地回答道。拉蒂安娜微微欠身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那么很抱歉给你带来不便。”从她的反应来看，自己的身份让她有点不安，自己名声不太好，之前还有那些关于自己和某些不好的事有关联的传言，我并没有感到受伤或惊讶，因为这是预料之中的反应。伊凡·雷卡多皇帝陛下驾到。这时宴会厅内传来的声音让我吓了一跳。皇帝穿过宴会厅走上了讲台，开口说道：“非常感谢这么多人来为我庆祝生日，希望你们玩得开心。”我知道原著中对皇帝的容貌赞誉有加，所以知道皇帝的长相不一般，但没想到会如此出众。接下来将由凯登·纳森公爵献上礼物。随着主持人的宣布，公爵在一名侍从的陪同下走向了讲台。这是为陛下准备的礼物，希望您会喜欢。公爵单膝跪地说道。伊利亚定睛一看，心中一惊，公爵准备的礼物和原著里描述的一模一样，一把注入了费泽顿之力的神圣之剑。如果书中描述无误，公爵肯定是在一座被遗忘的古代神庙中找到它的。通常神圣之剑由众神保管在神庙里，但这把剑有所不同。费泽顿并非普通的神明，而是一位被遗忘的古代神祇，而且他是掌管死亡与诅咒的黑暗之神。真没想到公爵能得到这样的东西。皇帝仔细端详着那把剑，眼中闪过一丝赞赏，说道：“我很喜欢，这绝对是一份很棒的礼物。”伊利亚心中却泛起一丝疑惑。通常情况下，在这种场合应该会有某种权力争斗，但为什么这次皇帝这么轻易就接受了公爵的礼物？我想这是件小事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希望能尽快回到府邸。自从那次宴会以来，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了？出乎意料的是，我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。这座宅邸里的气氛已经明显缓和了许多。自从那些不实指控被澄清后，之前对我怀有敌意的女仆和骑士，现在都很友善。这天，伊利亚走进公爵的书房，不禁惊叹：“哇！这书房简直像图书馆一样。”利安在外面练剑，伊利亚在书房里想着该怎么表现，既不打扰别人，又能找点事情做。这时我注意到一本书，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很特别，我好奇地拿起那本书翻看起来。我的目光突然停留在书中夹着的一张东西上，是一幅画。我仔细端详着，心中充满了疑惑，这个人会是
就在这时，公爵走进了书房，看到伊利亚手中的画，说道：“你居然找到了这个！”我捏紧了手中的书，然后说道：“他家在这本书里，是我妹妹。”公爵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怀念，这是我在贝尔卡还在世的时候看到他石画的一幅画，我一定是把他加进这本书后就忘了。抱歉，我好像碰了不该碰的东西。伊利亚有些歉意地说道：“为这么点小事道歉，没关系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品味还不错。”公爵的语气中带着一丝笑意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伊利亚一脸茫然。你不会是想看这本书吧？这是一本结构精巧的小说，值得一读。你为什么露出那种奇怪的表情？公爵看着伊利亚疑惑的样子，问道。是因为公爵说的话很奇怪。伊利亚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说的话很奇怪？”公爵挑了挑眉。伊利亚鼓起勇气说道，然后翻开那本书。这本书全是空白页，明明上面有字，我不知道你说的白纸是什么意思？他静静地盯着公爵，他的脸上没有丝毫欺骗的神情。以公爵的个性，他大概不会想跟他开玩笑。他拿过他手中的书，又看了一遍，然而打开的书里任何地方都没有字迹。他手里拿着书打开门，他把书推到理查德和杰德面前。这上面真的有字吗？不是一张白纸吗？结果两个人都说有字，难道只有在我眼里，他才是空白的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正要把书递给仍用奇怪眼神看着他的公爵，让他再看一看，因为他递得太急，结果被书页边缘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，刺痛感让他微微皱了下眉。真的是什么都不顺利。他叹了口气，低头看着那本书，书页边缘上有一小抹他的血迹，他甚至都说不出话来了，因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出现在他眼前。书上升腾起了黑烟，而且那黑烟还有着恶魔的形状。他迅速把书扔了出去，掉在地上的书冒出滚滚黑烟，似乎不只是他感到惊讶。公爵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脸上带着一丝惊讶的神情，盯着这一幕。在这紧急的情况下，公爵第一个采取了行动。他的手伸向黑烟的那一刻，房间里响起了一声巨大的尖叫。很快，黑烟完全消失了，只剩下一本烧焦的书。我的天啊，我从没想到事情会处理得这么快。听说他能使用剑之灵气，是真的吗？只听公爵命令道，立刻请求面见魔法塔方面，并召集骑士们，我们要搜查整个庄园。杰德听从公爵的命令，低下头，立刻离开了办公室。我心里想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每次都在我手上发生这种事啊？我该怎么解释这件事？为什么这种事总是发生在我身上？看起来你担心我，可能会怀疑你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并不打算审问你，你上次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，不是吗？关于那个侍女半夜进来换蜡烛，说这件事看起来很可疑。抓住罪犯后，我收集了庄园里所有的蜡烛，并展开调查。我们发现这些蜡烛里含有毒植物，这是一种无味无嗅的毒药，特别难以辨别。我们是通过魔法手段才发现的。我心里想到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说得通。为什么莉安的身材比同龄人矮小了？公爵接着说，要是你没告诉我，我永远都不会知道。而且这类事情是我以前多次遇到过的情况，也就是说，是的，如你所说，它是空白的。我得把这件事弄清楚，所以你现在先离开吧。转眼间来到了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回想着白天的事，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入睡。我感到心中一阵烦躁，坐立不安的我，甚至无法静下心来。也许我该去散散步。我随后缓缓起身，穿上一件轻薄的外衣，轻轻地打开房门，走了出去。夜晚的城堡宛如一座沉睡的巨兽，静谧而又神秘。伊利亚走在小径上，脚下发出轻微的嘎吱声。